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半导体硬体链的底层正悄悄吹起一场颠覆空头小象的定价权风暴？当市场还在担心高阶晶片估值过高，记忆体超级周期是不是要见顶时，高盛证券在最新发布的行业追踪报告中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讯号。2026年6月，全球记忆体情绪指标不仅维持在中度乐观的黄金区间，甚至预言2027年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 HBM， 在明年的合约议价中根本不会降价，反而将迎来强势的主动调涨。这场从常规记忆体外溢到 AI 高阶产能的价格暴走，正由 DDR5 现货暴涨、中国手机出货回暖以及台厂营收大爆发等4大核心事实提供钢铁般的支撑。为什么大家眼中的周期尾声，在顶尖机构眼里却成了第二波爆发的起点？那些被市场冷落的记忆体龙头，又为什么成了财报公布前最不容忽视的防御堡垒？今天我们带你看懂这场决定下半年半导体资金去向的记忆体新变局。高盛指出，最新公布的6月 DRAM 行业情绪指标坚定指向中度乐观，与4月一致，并未降温。高盛强调，市场严重低估了常规记忆体走强对 HBM 的外溢定价效应， DDR5 现货强势反弹与手机需求回升，赋予大厂在2027年 HBM 议价时极高筹码。这意味明年高阶 HBM 不仅不会面临价格战，反而因常规产能被挤压而维持高定价权。此时过早减配记忆体板块，显然是踏空了黄金周期的下半场。我们来细细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强力预测的底层数据与结构化逻辑。首先是 DDR5 现货价格报复性反弹，自5月1日以来， DDR5 现货价展现强劲韧性，累计涨幅高达 20%。 华瑞认为，现货价是合约价的气压计，在伺服器需求高企与产能转移至 HBM 的双重挤压下，常规 DDR5 实质短缺。这 20% 的暴涨证明底层需求强烈，下游买方被迫接受高价，将直接转化为大厂第三季的获利惊喜。其次是中国手机市场实质复苏。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手机出货量连续2个月正增长，5月年增率更达 19%。 华瑞认为，这击碎了消费性电子崩溃的悲观预期。手机作为 DRAM 的大宗领域，出货年增 19%，直接为常规与行动端记忆体提供坚实的利刃底座。当消费需求与 AI 伺服器共振，大厂的营收结构将更形稳固。接着是台厂南亚科营收暴走，南亚科5月营收同比暴增 730%， 连续10个月达成3位数增长，证实订单疯狂流入。华瑞认为，这正是高阶产能被 HBM 锁定后，常规记忆体产能置换效应的最直接受益者。当3大巨头缩减常规产能以生产 HBM， 南亚科等制造商获得了巨大定价与溢价空间，带来全行业繁荣。最后是2027年 HBM 溢价逻辑重塑。高盛指出，投资人对2027年 HBM 定价预期持续上调。华瑞认为，认知差在于大众以为 HBM 产能扩张会使价格下滑，但因常规 DRAM 定价强悍，大厂在议价时会将常规产能的机会成本计入 HBM 合约价中。只要传统记忆体不跌，2027年 HBM 定价权将锁死在高位，甚至再度调涨，为大厂获利提供强大防御。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易忽略的是常规定价与高阶谈判的联动关系。散户往往只盯着 HBM 出货和良率，忽视常规 DRAM 的重要性。然而，当巨头将 30% 以上的产能锁定在 HBM 时，常规 DRAM 产能断崖式萎缩，价格飙升，这反而成为巨头谈判2027年 HBM 报价的最强底牌。这种常规与高阶双重螺旋涨价机制，是市场目前最大的认知盲点。面对超级周期下半场，投资人应关注2个配置维度。首先，在各大科技巨头第2季财报公布前，战术性卡位具备产能置换红利与定价权的记忆体大厂，特别是估值合理的台日韩龙头。其次，不要轻信产能过剩的片面警告，应将常规 DDR5 每周现货走势、台厂每月营收增速作为评估半导体硬体板块景气拐点的核心领先指标。总结来说，高盛的情绪指标报告揭开了记忆体超级周期的底牌。DDR5 现货暴涨 20%， 手机出货回暖与南亚科营收狂飙，证明这场繁荣的抗跌性超乎想象。看清产能挤压下的溢价传导，
读懂明年 HBM 溢价的成本计入机制，才能在科技板块波动中建立最稳健的防护。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